朋友们，今天要和大家认真聊一聊全球公认营养价值较高的10种海鲜。可能很多人一听说营养丰富的鱼类，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鲑鱼，毕竟它这几年很受欢迎，到处都是它富含欧米伽3的宣传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，在一份专业健康海鲜参考列表中，鲑鱼的位置可能并非最前，是不是有点意外？那问题就来了。到底是哪些海鲜同样出色，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更优呢？第一名又是什么来头？据说它不仅风味好，营养价值还特别丰富，可惜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。接下来，我就带着大家一层层了解这个列表，咱们好好聊聊这10种海鲜各自的营养特点，保证让你听完之后，下次去市场买菜心里更有谱。在咱们开始进入正题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说一句，这条内容可能信息量有点大，但都是希望帮助大家了解健康饮食的分享。恳请大家，如果觉得我说的有参考价值，就在评论区交流一下，或者给这个内容点个赞，收个藏。你动动手指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就能让平台把这条内容推给更多可能需要它的人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坚持把这些知识分享出来最大的动力。好了，咱们闲话少说，直接进入主题。首先，鲑鱼并不是欧米伽3含量最高的鱼，比如同样重量的青鱼，它所含的 DHA 和 EPA 就比鲑鱼多。其次，市面上卖的鲑鱼很多是养殖的，虽然油脂多，但欧米伽3的比例可能因饲料而异，而且养殖鱼需要注意养殖环境。相比之下，一些体型小、野生捕捞的鱼可能更符合某些人的选择。最后，鲑鱼价格相对较高，不是人人都能经常吃得起的家常菜。综合考虑这些，鲑鱼虽然确实是特别健康的食材，但在这个列表里位列的7。现在咱们来看第6名，虾。不管是海虾还是淡水虾，虾都是大家特别爱吃的海鲜。很多人想到虾，第一反应可能是好吃，而不是健康。但其实，虾不仅味道好，营养价值也相当高。首先，虾肉高蛋白、低脂肪，热量还不高，是理想的优质蛋白来源。100克虾仁的蛋白质含量可观，但脂肪和热量却比红肉低。虾身上那种颜色，其实和鲑鱼一样来自虾青素，是同一种抗氧化物质。虾青素能保护细胞，减轻炎症和氧化压力，对心血管健康可能有潜在好处。除了抗氧化成分，虾还富含维生素 B12、维生素 E、硒、锌和碘这些营养素，其中维生素 B12和硒对神经和免疫功能好。硒本身就是很重要的抗氧化矿物质，在沿海地区，吃虾也是补碘的好办法。碘可是维持甲状腺功能不能少的元素。说到虾，很多人会担心它的胆固醇。确实，虾的胆固醇比一般鱼肉高一点，但现在普遍认为，饮食中的胆固醇对大多数人血脂的影响其实有限，适量吃虾不会明显让血脂升高。更何况虾本身脂肪含量低，里面还有对心脏有益的欧米伽3脂肪酸，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胆固醇的影响。所以，咱们没必要因为胆固醇就把虾完全拒之门外。综合来看，虾物美价廉，营养丰富又容易买到，不管是清蒸、水煮还是快炒，都能成为餐桌上健康的一道菜。它能排在前6名，说明虾在营养学上的地位也很高。第5名，我要介绍的是蛤蜊，可别小看蛤蜊个头不大，它的营养价值一点都不容小觑。作为常见的双鞘类软体动物，蛤蜊是很多家庭煮汤、小炒里的常客。它价格实惠，味道鲜美，背后还藏着丰富的营养。首先，蛤蜊蛋白质含量丰富，脂肪却极低，属于高蛋白、低热量的健康食材。更厉害的是，蛤蜊在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方面的表现特别突出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维生素 B12 和铁的含量很高。每100克蛤蜊肉里的维生素 B12 超过人体一天的需要量。蛤蜊的 B12 含量在所有食物里都排在前列，
对预防贫血和保持神经系统健康特别有帮助。同时，蛤蜊也是补铁的好选择，铁质含量丰富，对缺铁性贫血的人来说是很好的食品。除此之外，蛤蜊还含有锌、硒、镁、钾等多种矿物质，尤其是锌和硒对免疫功能很重要。养殖蛤蜊还被看成是环境友好的可持续海鲜，因为蛤蜊是靠滤食获取养分的，不需要额外投喂饲料，养殖过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比较小，所以蛤蜊不仅营养丰富，还兼具低汞、安全、可持续这些优点。唯一要注意的是，蛤蜊这类贝类海鲜最好彻底煮熟再吃，以免因为细菌或寄生虫污染导致身体不适。总的来说，物美价廉的蛤蜊位列第5名，当之无愧。第4名是牡蛎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生蚝。牡蛎一直有海中牛奶的美称，从这就能看出它的营养有多丰富。事实上，牡蛎的营养密度很高，可以说是海鲜里的营养宝库。首先，牡蛎热量低，但含有优质蛋白。一份100克的牡蛎肉能提供可观的蛋白质，对增强肌肉和修复组织很有帮助。更厉害的是，牡蛎的微量元素含量也特别突出，锌、铜、铁这些元素在牡蛎体内的浓度都非常高。举个例子，吃100克左右的牡蛎，大概就能获取超过1天所需量的锌和维生素 B12， 以及数倍每日建议量的铜。同时还能摄取到1半以上所需的硒，锌是维持免疫力和伤口愈合必不可少的，而铜和铁是造血原料，多吃牡蛎有助于补铁，改善贫血，难怪有人说，生蚝小小一颗，却像天然的营养丸，把很多人体必需的元素都集齐了。不仅如此，牡蛎还富含维生素 D 和欧米伽3脂肪酸，对骨骼健康和心血管都有益处。当然，一提到牡蛎，很多人想到的是生吃蘸柠檬汁的鲜甜滋味，但得提醒一下，生吃牡蛎有感染诺如病毒等病原体的风险，免疫力弱的人或者老年人，最好还是煮熟了吃更安全。好在牡蛎不管生食熟食都很好吃，用蒸、烤、煮汤这些方式料理，既能保留海洋的鲜味，又能确保卫生。总的来说，牡蛎凭着它丰富的营养素含量和诱人的风味，排在榜单的第4名。来到第3名，咱们迎来的是飞鱼。对一些朋友来说，飞鱼这个名字可能有点陌生，但如果我提到北欧饮食文化里经典的烟熏飞鱼，或者日本料理里的西飞鱼，你可能就想起来了。飞鱼是一种中小型的油性海鱼，和沙丁鱼是近亲，营养特性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。首先，飞鱼的欧米伽3脂肪酸含量极高，一点也不输给沙丁鱼和青鱼，是保护心脏、维持大脑功能的良好脂肪来源。很多研究都指出，每周吃富含欧米伽3的鱼类，有助于支持心血管健康，而像飞鱼这种油脂丰富的小鱼正是理想选择。除了欧米伽3，飞鱼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。维生素 D 对于北欧那种冬天缺乏日照的地区尤其重要，而飞鱼恰恰能提供大量维 D， 帮助强健骨骼，增强免疫。事实上，腌制或烟熏飞鱼一直是北欧人民重要的维生素 D 来源之一。除此之外，飞鱼的钙和硒含量也不低，如果是连骨头带刺一起吃，比如吃罐装腌制飞鱼时连软骨一起吞下，还能摄取到不少钙质，对骨骼健康有好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亚洲人平时很少把飞鱼列入日常菜单，但其实亚洲的秋刀鱼在营养上和飞鱼很像，同样富含欧米伽3和多种营养，而且价格便宜。在欧美，飞鱼经常以罐头、腌鱼或熏鱼的形式出售，非常平价普及。总而言之，飞鱼以全面的营养、优秀的油脂组成和实惠的价格，在健康海鲜中表现出色，位列的3名。第2名是青鱼。如果要说哪种鱼常被营养学家们推荐，青鱼肯定名列前茅。青鱼是亚洲和欧洲民众都很喜欢的传统食用鱼，它属于中型油性鱼类，肉质细腻，汁香浓郁。从营养角度看，青鱼优点很多。首先，
它是欧米伽3脂肪酸的优质来源之一。青鱼每100克所含的 DHA 和 EPA 总量很高，这个数字超过大多数鱼类，也就是说，吃同样重量的青鱼，摄入的鱼油营养可能更多。欧米伽3有助于调节血脂，还能抗炎，促进大脑健康。多吃青鱼对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来说，是一项很好的健康饮食选择。除了丰富的鱼油，青鱼还含有极高的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D， 以及大量的硒元素。维生素 B12 对维持神经系统和造血功能必不可少，而青鱼每100克的 B12 含量很高，满足一天所需绰绰有余。硒是强效的抗氧化矿物质，对甲状腺健康和免疫系统也至关重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青鱼属于洄游性鱼类，经常成群结队的觅食小鱼小虾，它们本身不是食物链最顶端的猎食者，所以体内积累的重金属相对较少，食用起来更安全。相比之下，一些大型掠食鱼，比如旗鱼、鲨鱼，早就因为汞含量偏高而不建议频繁食用了。而青鱼正是那种兼具高营养和低风险的海鱼典范。更棒的是，青鱼价格实惠，做法多样，不管是日式盐烧青鱼、味噌青鱼汤，还是欧美常见的青鱼罐头，都能让人既满足口味，又吸收营养。综合来看，青鱼堪称营养丰富的选择，在这次列表中位列的2。最后，我要为大家揭晓第1名，排名的1的沙丁鱼。沙丁鱼可能不像鲑鱼、金枪鱼那么出名，也不太常出现在高级餐厅的菜单上，但它却是营养专家们认可的海洋宝藏。沙丁鱼体型小，银灰色的身体经常一抓就是一大把。有段时间，它被大家看成是平凡无奇的罐头食品，但现代营养学发现，这些小鱼的营养价值很高。首先，沙丁鱼富含咱们反复提到的欧米伽3脂肪酸， DHA 和 EPA 含量高，对维护心血管健康、减轻炎症反应以及保持大脑功能都有很大帮助。同时，因为沙丁鱼个头小，生命周期短，在海洋食物链里处于比较低的位置，所以体内重金属积累非常少，比起大型鱼类要少得多。换句话说，沙丁鱼提供了能和深海大鱼媲美的营养，却几乎没有它们的污染问题，可以放心经常吃。再者，沙丁鱼往往是整条一起吃的，不管是新鲜沙丁鱼香煎、炖煮，还是罐头沙丁鱼直接开罐享用，我们通常会连鱼肉、鱼皮、鱼骨一起吃下去。这可不得了，因为鱼骨鱼刺里藏着丰富的钙和磷，还有鱼皮里的胶原蛋白等，所以吃沙丁鱼相当于同时补充了优质蛋白、鱼油和钙质等多种营养，一举多得。沙丁鱼在维生素和矿物质方面的表现也非常亮眼，比如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2、维生素 D 以及镁、铁、锌、钾等元素，其中维生素 B12 有助于红细胞形成和神经健康，维生素 D 则对骨骼很重要。而沙丁鱼罐头里经常保留着鱼的部分，这些部位富含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， 让沙丁鱼几乎能提供多种脂溶性维生素。更值得夸赞的是，沙丁鱼价格亲民，和价格较高的鲑鱼、金枪鱼比起来，一罐沙丁鱼可能更实惠，但营养价值却很高，也难怪营养学家们都对沙丁鱼比较推崇，建议把它纳入日常饮食。可惜的是，很多人对沙丁鱼的印象还停留在罐头、腥味这些刻板印象上，结果错过了这份大海的礼物。但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，沙丁鱼正慢慢重新流行起来，成为追求营养的人们的新选择。总而言之，沙丁鱼以其全面的营养、高含量的欧米伽3、低污染风险和高性价比，成为本次列表的首位。最后，看完这份列表，相信你对健康海鲜有了更多的认识。海洋中的营养往往藏身于各种鱼类贝类之中，它们价格亲民，营养价值却可能很高，可谓小而精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鲑鱼、金枪鱼等就不值得选择，它们依然是优质蛋白质和鱼油的重要来源。但相比之下，如果你想更全面地摄取欧米伽3、
维生素与矿物质，不妨多关注列表上的食材，沙丁鱼、青鱼、蛤蜊、牡蛎，这些名字或许平常，却是被营养学认可的营养宝库，把它们巧妙地安排进每周的菜单，就是为身体提供丰富的营养。Omega-3 脂肪酸有益心脏与大脑，锌、铁、硒等微量元素支持免疫系统，而充足的钙与维生素 D 则强化骨骼健康。每一口都是对身体一次有效的滋养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你下次选择海鲜时带来新灵感。当你在走进市场或浏览菜单，别忘了给这些健康海鲜一个机会，用心品尝它们独特的风味与质感，也让日常饮食多一份营养的考量。相信你的身体会感谢这个美味的选择。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别忘了点亮旁边的小星星，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